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在外面颠沛流离，吃了18年的苦。我本以为我回到家会得到爸妈的疼爱，没想到我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养女。妈，我觉得姐姐说的对，我只是你们的养女，不配拿这10%的股份。这股份还是给姐姐吧，等我好了就从家里搬出去，再也不占着姐姐的位置。芷夏，你看看念念，你把她逼成什么样了？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但是念念她也是啊，不就是10%的股份吗？你怎么什么都要争？你就不能让让她吗？原来是豪门的真假千金啊！这真千金也真够可怜的，吃了18年的苦，地位还不如一个假千金。这父母也是个拎不清的，假千金鸠占鹊巢多年，把他赶出去都不算了，也不知道不让真千金。就是你闭嘴！芷夏，爸妈知道这么多年你在外面辛苦，但是现在念念被人欺负了，我们一定要补偿她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厚此薄彼的。不会厚此薄彼的意思是，我也有10%了。秦芷夏，你要不要脸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这争家产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怎么跟念念比啊？还10%，你配吗？你来地府已经10年了，可曾记得因何而死8岁那年，我因为想吃一个鸡腿，被父母赶出了家门。儿子，多吃点。干什么呀？这是你能吃的吗？吃什么肉吃？弟弟不吃肉就会变傻子的。你就吃这咸菜，吃这馒头。可是这只鸡是我帮张婶干活，她送给我的。吃，都知道吃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！最后，我被活活冻死在雪地里。你早夭惨死，皆因父母家人偏心。如今你在地府打工10年，一生功德，我便送你一次重来的机会。此乃讲化成真心，专克撒谎偏心之人。你且带着他重返人间。什么呀？这是你能吃的吗？我竟然真的回到了我被冻死的那年。吃什么肉吃？弟弟不吃肉会变傻的。你就吃这咸菜跟这馒头。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
要走哪儿去？孩子，你怎么样？要走？要走？要走？想想要走？要走？要走？想想要走？孩子，你怎么样？要走？真好，假话也能成真。哎呦，哎，这么多！哎，志夏，来，快点！这位呀是首富秦家的太太，你呢是秦家走失的千金。之夏，走，跟妈回家。夫人，我给你提个醒，千万别在这丫头面前撒谎。别收走！别收走！小姐，你家那傻子居然敢放火烧庄稼！我们1年的粮食都没了，整座山都烧没了，凭什么让你抓去坐牢？呸！放你的狗屁！说我儿子放火，你们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我呸！你男人昨天可是第一个看到的，要不然他怎么带着那个傻子躲到屋里？这把我们家耀祖干什么了？乡亲们，你们听我给你解释，放火的怎么可能是我们家耀祖啊？对，是我女儿。昨天我见着火了，赶过去以后，看见她在玉米地里玩火。她是我女儿，我就是瞎了，我也不会认错的。今天我就大义灭亲，把她送去坐牢。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啊！哎，老李，二郎娘，二郎娘，老李，怎么回事？老李家那女儿太邪门了，什么谎话到她面前都能变成真的。你瞧瞧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转眼间就修改了。可不是嘛！上个月村长儿子想欺负他，村长为了护他儿子扯谎说他儿子不能人道，结果当晚他儿子那处就被开水烫没了。啊！夫人，千万记住别撒谎。哎呦，我的好宝贝儿，你别哭了啊！念念，你放心，哥心里最重要的人永远都是你啊！念念，妈妈，你是不是打算不要我了？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？我的房间在哪儿？妈，他的房间我们没有准备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爸爸和哥哥都是为了安慰我，这才忘了给你准备房间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的房间就给你吧，我睡沙发就行。系统，他们这是在干嘛？在演母慈子孝的戏码。既然让给我了，那带路吧。哎，之夏，念念从小身体弱，不如朝阳的那个房间就让他住吧。念念从小娇生惯养，身子骨弱，需要多晒太阳。2楼的那间带露天阳台的房间就让给他吧，你住1楼这间。面色红润，肌肤吹弹可破，他们管这叫体弱。就是宿主这种头发干枯、面黄肌瘦的才叫体弱呢。好了，不许说了。他身体哪里弱了？他身体哪里弱了？念念她，妈妈，姐姐是不是讨厌我？我可以把房间让出来的，我没关系的，我本来就该走的。对，你们就该让我走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之夏，我们也不是偏心，念念她身体是真的弱，必须要好好养着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虽然你和我有血缘关系，但我心里只有念念一个妹妹。现在你回来了，以后你就是她姐姐，都得让着她。是啊，她身体弱是事实。这医生说了，如果我们照顾不周的话，会晕倒吐血的。
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念念，你没事吧？念念，没事吧？哼，假话可是会成真的。宋玉，宋玉，宋玉，快！把2楼阳光房收拾出来，我要住。哦，好的，这边。姐姐，陪我出去玩吧。他又在搞什么鬼？哎呀，走吧走吧。姐姐，我肚子突然好疼呀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在这等我，我让王叔陪我去旁边药店买点药，很快就回来。秦念啊秦念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闯。秦念啊秦念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，我就让你体验一下自食其果的滋味。妈，刚刚有小混混想要欺负我，你要不是我略懂一些拳脚的话，我的清誉可就不保了。我一定要报警，抓住他们！谁让他报警？姐姐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报警的话对我们家声誉不好。念念说的没错，报警又不是过家家。秦之夏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什么样，长那么丑，哪有混混愿意欺负你啊？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绝对不可能有误会，我一定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，不然怎么解释他不是冲着我来的呢？我刚刚就站在秦念的车旁边，要不是冲着我来的，难不成是……哎呀，那辆车平时是接送念念，你站在旁边，肯定是把你当成念念来，不然谁愿意靠近你？还有，还报警？警察局是你家开的，有事没事浪费村里资源。是啊，肯定是这样，这一定是误会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那可不行，万一他们真的是冲着我来的呢？你够了，秦之夏，你别给我们惹麻烦。这事情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？啊，那些混混就是冲着念念去的，你就当给你自己妹妹挡着，再怎么了？妈妈，你也是这样觉得吗？妈妈，你也是这么觉得吗？是啊，这些混混是冲着念念去的，你又没有受伤，事关咱们秦家的声誉，就大事化小了。哦，原来那些混混是冲着秦念去的呀。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我回去写作业。哎，你这爸妈哥哥，今晚我有聚会，就不在家吃饭啦。你的女儿真漂亮，这得迷倒多少大帅哥啊！真好啊，就是不知道过了今晚，这一家人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那我走啦。再来一碗。好的。哟，还吃呢？都第3碗了，你比猪都能吃。看就是乡下长大的野孩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之夏，作为秦家的女儿，7分饱10教养，贪恋口腹之欲就不体面了。那好吧，我出去消消食。喂，什么？念念她被几个混混给欺负了啊！飞的，
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爸，你说什么？念念她，念念怎么了？快跑！喂，我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那帮混混，敢欺负我的女儿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！哟，那些混混，该不会是那天差点误伤我的那几个吧？动作挺快呀，这就找准正主了。念念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？念念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我们一定得补偿她。这样吧，我把我秦氏集团名下10%的股权转到念念的名下，作为给她的补偿，还有未来的保障。我还正愁着怎么把秦家千亿家产收入囊中呢，没想到我这偏心的爸爸主动送上门了。爸妈，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我这个亲生女儿回家，你们都没有给过我任何补偿啊！你要不要脸？是不是只要是念念的东西，你都这么抢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在外面颠沛流离，吃了18年的苦。我本以为我回到家会得到爸妈的疼爱，没想到我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养女。爸妈，我觉得姐姐说的对，我只是你们的养女，不配拿这10%的股份。这股份还是给姐姐吧，等我好了就从家里搬出去，再也不占着姐姐的位置。之夏，你看看念念，你把她逼成什么样了？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但是念念她也是啊，不就是10%的股份吗？你怎么什么都要争？你就不能让她吗？原来是豪门的真假千金啊！这真千金也真够可怜的，吃了18年的苦，地位还不如一个假千金。这父母也是个拎不清的，假千金鸠占鹊巢多年，把他赶出去都不算了，也不知道不让真千金。就是你闭嘴！赤夏，爸妈知道这么多年你在外面辛苦，但是现在念念被人欺负了，我们一定要补偿她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厚此薄彼的。不会厚此薄彼的意思是，我也有10%了。秦真夏，你要不要脸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这争家产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怎么跟念念比呀？还10%，你配吗？爸妈，你们也跟哥哥想的一样，觉得我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吗？之夏，你看，爸爸跟你说过，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你放心，我们肯定不会偏心的。但是你现在年纪还小，阅历还不够，股份这个东西它不是儿戏。你是爸的亲生女儿，公司肯定有你的一半。这话说的冠冕堂皇，本质上就是一张空头支票。可我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不是吗？妈，爸爸说的是真的吗？公司真的有我的一半吗？对，我们没骗你，你是妈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公司自然有一半是属于你的。检测到谎话，努力启动。太好了，谢谢爸妈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蠢货！很快你就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蠢货。董事长，刚刚有人通过一系列无法追踪但完全合法合规的股权操作，把您名下以及您代持的50%股份全部瞬间转移到了二小姐秦之夏的名下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是真的，而且手续齐全，即时生效。现在二小姐成了秦氏集团持股50%，说一不二的绝对最大股东。什么？秦之夏呢？二小姐在楼上。把她给我叫下来！我跟你说，这肯定是操作失误。
志佳，你现在赶紧跟我回公司，把所有股份找回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是你的股份吗？你是秦家人吗？赶紧把你的股份给我转回来，家里还能有一口饭吃。怕是你们要看清楚形势吧？现在是你们该求我赏你们一口饭吃。你们最好别惹我，不然凭我手上50%的股份，完全可以召开董事会，让你们一家人扫地出门。我还要复习，没事别来打扰我。宿主，既然你已经掌握了公司的大权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把秦燕这个鸠占鹊巢的死绿茶赶出秦家？不急，他还有用。等等，石佳，你不能就一个人占着50%的股份吧？按理来说，你们兄妹3人应该平分。再怎么样，给你哥还有念念分点吧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跟哥哥是亲生的，股份是应该平分。那秦燕呢？她只是一个养女，股份10%应该足够了吧？爸妈，哥哥，姐姐说的对，我只是一个养女，我看我还是走好了。哎，念念，哎，可惜呀，秦念要是爸爸亲生的就好了。只可惜，他不是。嘿，鱼儿上钩了。各位，今天呢有一件家事必须得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关于股权的变动，其实是有一些误会的。志佳，事到如今，我必须得告诉你实话了。其实念念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之前你刚刚回家，爸爸怕你伤心，一直不敢告诉你。精彩。既然你们3个都是我的亲生孩子，这股份就算是要平分，你也该拿出来一部分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这里有一份权威鉴定机构的亲子鉴定报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爸爸，你确定秦念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我确定，秦念就是我秦国栋的亲生女儿。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要求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秦之夏，亲子鉴定报告都摆台上了，你还要闹什么？怎么不敢？如果是真的，你在害怕什么？好，我同意，可以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确认秦国栋与秦念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。怎么可能？原来爸爸没有骗我，秦念真的是我的亲妹妹。爸妈，爸爸真的没有骗你，念念真的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妈妈，别着急呀，我这里还有一份关于秦念的亲子鉴定。秦国栋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原来秦念是你的野种，但却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那他妈是谁？秦国栋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原来秦念是你的野种，但却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那他妈是谁？不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份鉴定报告肯定是假的呀！念念是我领养的，你忘了吗？所以这份鉴定报告肯定是假的。爸爸，你刚刚当着这么多股东的面说秦念是你亲生女儿，怎么又反悔了？怎么可能？念念怎么可能会是爸的私生女？怎么不可能？爸爸刚刚亲口说的，说秦念是我的亲妹妹。你胡说，明明是
没关系的，现在私生女也有继承股份的权利，说是吧？秦国栋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忘了你的现在才不是怎么来的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还是一个穷小子。你居然在外面给我搞了这么大一个女儿出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秦念到底是不是秦总的亲生女儿？指不定真的是他的外面的私生女。没想到这个秦总啊，看着是个老妇人，实际上还在外头有爱人呢。瞒了这么多年，女儿都这么大了，秦太太可真是可啊！都给我闭嘴！这些结果一定是假的。秦之夏，是你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你既然如此不择手段。是啊，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恨我爸占领18年的幸福生活，可是这一切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。你就算是怪我，你也不能这么污蔑我们，挑拨爸爸和妈妈的关系啊！妈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秦之夏收买了鉴定机构，想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秦之夏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为了点利益，竟然如此不择手段，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要陷害。以后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敢干的？对。肯定是你收买了鉴定机构，我们要重新做。我以名誉担保，本次鉴定流程完全合规，绝对不可能出错。我们会负一切法律责任。哼，谁知道你们鉴定机构有没有被秦之夏收买？我要求重新换一家鉴定机构鉴定。当然可以。好，这次的鉴定机构我来联系。喂。林女士，鉴定结果已经加急出来了。结果是什么？秦国栋，你说话呀！哎呀，妈妈，这鉴定结果和之前一模一样的。秦念确实是爸爸的女儿，但是和妈妈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什么？这说不定呀，爸爸早就知道秦念的身世，这么多年一直瞒着妈妈。要不是有阴差阳错的揭穿，妈妈还被蒙在鼓里呢。秦国栋，你说那个奸人是谁？秦国栋，你说那个奸人是谁？我不知道啊。妈的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念念怎么会是爸的亲生女儿？爸妈，哥哥，我好难受。念念，妈，你别吵了，念念都晕倒了。这件事情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要不是你送念念去医院啊！快！会议结束，散会。那个小三是谁？你说！我不知道啊，说不定是检测结果出了问题。2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，而且第2个还是我找的，怎么会出问题？爸妈，别说了，念念还睡着呢。妈妈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姐姐回来的时候，你不是说过，哪怕我不是您亲生的，我也永远会是您最亲的女儿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可以不是我的女儿，但你不能是我老公的野种。你个骗子，看着我这么多年帮你的情人养孩子，你很开心很得意是吧？我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给我说，那个女人是谁？我真不知道。不说是吧？好，你等着，我把那个贱人给救出来。妈，哎，看来股份的事只有明天再议啦。See you。哎，班长，你变好了。切，哎，听说了没？班长是他爸的私生女啊！
秦念是小三的女儿。对啊，听说秦夫人已经离开本市，去找秦念他亲妈去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真的？都给我闭嘴！秦之夏，之前看在你是真千金的份上，我才一直忍让你。现在我也是爸爸的亲生孩子，我绝不会让你夺走我在秦家的一切。你在秦家的一切？妈妈已经去找你亲妈了，你猜猜，她什么时候能把人带回来？说不定到时候你会和你亲妈一样，被秦家扫地出门。你说什么？还敢跟我动手？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吵什么？没听到上课铃声响吗？班长，你还站那干嘛？还不快回座！上周的摸底考试，我们取得了很优秀的成绩，每个同学都有很大的进步。这次第一肯定又是班长的喽。除了他还能有谁呀？他是我们班成绩最好的。这次的第一名是秦之夏同学。秦之夏同学不仅是班里第一，还是整个年级第一。怎么可能？他肯定是作弊了。我作弊都只能拿班级第一，他居然能拿年级第一，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？该不会是因为你自己作弊，就下意识认为别人也是在作弊？我是班长，我是为了班级荣誉考虑。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怎么可能学习成绩这么好？我听孩子说你们不想让他上学。你个死丫头，你敢跟老师给我撞什么？可不打死你！别生气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孩子妈妈，你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将来肯定能考个好大学的。呸！谁稀罕啊？凭啥不让我家耀祖去上学，反而劝他去读书？去你们这当老师没好东西！李耀祖他智力存在缺陷，不适合去学校读书，会被其他孩子欺负的。但你女儿她是块读书的料。是，就我们家耀祖智力低啊，就这死丫头智力高，全世界都没有她会读书，行了吧？你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从那以后，读书对我来说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我就是成绩好，所以次次都能拿第一。怎么，嫉妒了？秦之夏，你撒谎也不打打草稿，怎么可能有人次次考试都考第一呀？如果你不信，可以去查我以往的成绩，我上学这么久以来，还从来没有拿过第二呢。好了，班长，秦之夏的成绩他没有作假，他在之前的学校就一直是年级第一。坐下。我去，次次第一哦，好厉害！老师，我想上洗手间。去。大家都安静一下。还有7天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累，但这是最后的冲刺。这周拼的不是要做多少题，是状态，大家一定要调整好心态。秦之夏，尤其是你，千万不要被任何事、任何人所影响。学校今年还指望着你拿个状元。秦之夏，你一来就抢走所有属于我的荣誉，想拿状元是吧？我让你没法参加考试，看你还怎么拿状元。念念，哎，爸爸，哥哥，哎，班长不和咱们一起坐大巴去考场吗？
你没看见他爸他哥都来接他了？之前不是他主张全班一起坐大巴去考场的吗？还给班级捐了大巴。这临到头了，又搞特殊。不对劲，去年他在搞什么鬼？老师，那我就不和大家一起去了，我爸和我哥会负责送我到考场的。好的，那你和秦之夏同学路好慢点，别迟到了。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爸只说了送我到考场，没有说要送秦之夏，他应该还是跟大家一起坐大巴去考场。好。我听说秦之夏也是他们家的女儿，怎么他们就只关心秦念呢？就是啊，好偏心啊！别说那些影响考生心情的事儿。念念，好了吗？老师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了，大家按顺序排着上车吧。系统，秦念在搞什么鬼？这辆大巴车被秦念和秦海洋动过手脚，危险程度5颗星，轻则考试迟到，重则性命不保。什么？为了给我使绊子，居然不顾全班同学的安全，对大巴车动手脚！秦念，你找死！站住！站住！秦之夏，你又在闹什么？又想跟念念争宠是吗？我警告你哦，车里没你位置，上你大巴车去。你们才3个人，加上我也才4个，怎么就坐不下了？之夏，车上确实放了很多念念考试要用的东西，而且还有他怕空调冷带的毛毯什么的，确实装不下人了。这样，你先跟着大巴去考试，等你考完了，我要司机来接你。都怪我不好，往车上装太多东西了，只能委屈姐姐去坐大巴车了。念念，你跟着乡巴佬废什么话呀？秦之夏，我告诉你，这车是我的，我想送谁就送谁。至于你，不好意思，不方便。放心，我对你的车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只是好奇，秦念作为班长，带头组织全班同学坐大巴去考场，怎么突然就反悔了？难不成这大巴车有什么问题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有点晕大巴车，怕路上不舒服影响考试状态。爸爸，哥哥，我们快走吧。行了，别疑神疑鬼了。念念晕车又不是1天2天了，赶紧上你大巴车去。哦，晕车啊，那就行。我还以为这大巴车被人动了什么手脚，有人做贼心虚，我敢放呢。你放屁！念念心地善良，宁愿自己的车出问题，也绝不希望同学们的大巴车出问题，也绝不会给大巴车动手脚。你少在这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之夏，还上车吗？听到了没有？那么多人等你上车呢，你好意思？好呀，那就祝你们一路走好。还想考状元，下辈子再做梦吧。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。哥哥，你怎么开这么慢？一会儿迟到了，加速啊！货车怎么回事？咋没劲儿了？刚才还好好的。开快一点，别耽误了你妹妹考试。我不管了。之夏，有个事跟你说一下，你别太紧张，别影响了后面的考试。秦念他们在来考场的路上出了车祸。什么？车祸？什么？车祸？是，伤的还不轻呢。哎，这好好的怎么就……谢谢老师告诉我，等今天全部考完，我会去医院探望他们的。别想太多，调整好状态，准备下一场。学校还指望着你呢。嗯，去吧。嗯。秦之夏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过来关心你们呀，哥哥。不
是都叮嘱你们要一路走好吗？怎么还是会出事啊？给我闭嘴！不会说话你就别说。什么叫一路走好啊？你对我出事是不是？秦之夏，少在这假惺惺了！你为什么会没事？大巴是为什么会没事？我为什么要有事啊？听你的意思，好像我或者那辆大巴得出点什么问题才对啊？对，当然，我明明就……结束。全完了，我的高考，都怪我。爸爸和哥哥要不是为了送我去考场，也不会，都是我害的。怎么能怪你呢？这只不过是一场意外罢了，都怪爸爸跟你哥哥，害得你错过了今年的高考。是啊，念念，你成绩好，明年再考一样能上重点大学的啊。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复读，如果姐姐能陪我一起复读就好了。该死的绿茶，算盘珠子都快蹦人脸上了。之夏，你成绩差，今年的高考你就别参加了，你陪念念一起复读1年，明年再来，刚好念念的成绩好，还可以帮你再提高提高。没错，你成绩差，后面几场考试你就别去考，省得给秦家人丢脸。就秦念那成绩，还帮我补习。提示宿主，你母亲已经找到了秦念的亲妈，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妈妈已经找到秦念亲妈了，并且很快就会把她带回秦家，好好养伤啊！我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了。同学们，恭喜你们！刚刚你们答完了青春里最重要的一份试卷，现在我正式宣布，你们毕业了。毕业快乐，秦之夏。哦，秦国栋，我出来！秦国栋，爸爸他们出了一点车祸，在医院养伤。这位是，这个就是秦念的妈妈，秦国栋的初恋情人。他以为跑到医院就没事了。走，跟我去院对峙。走，真好，又有热闹看。秦国栋。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，赶紧生下你，把你在火车上弄丢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王娟，念念是你的孩子。秦国栋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还真是旧情难忘。老婆，我没有啊。秦国栋，你居然敢抢我的女儿！念念是我从孤儿院里领养的，我领养她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她是我跟。当初我也不确定她是谁的孩子，可是我现在确定了，她是你的女儿。你还真是狗血，妈的乖女儿，妈回家。滚！跟你妈一样的货色！要不是我阴差阳错的查出你的身份，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我在帮别人养孩子。爸爸，哥哥。妈，这我秦家的东西，你不配拿！带着你这个妈，给我滚出去！怎么，秦国栋，你也想跟着你的初恋和你的女儿一起滚出去吗？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念念是我的孩子。你知道，我心里只有你，只有咱们这个家。我现在就跟他们断绝关系，把他们赶出去。爸，我求你别不要我，我不能跟他回去，我不能去农村了。哥哥，求你快救我！妈，你也想滚出秦家吗？乖女儿，走啊，咱走啊！爸，哥哥，老婆，滚！老婆，老婆，秦之夏。全都是你搞出来的好事，现在你满意了是吧？你信不信我让你也滚出秦家？你凭什么让我滚出去？
我可是爸妈的亲儿子。就凭我手上50%的秦家股份，就凭你这个眼盲心瞎、是非不分的蠢货，也配跟我斗？你再说一句，我让你连秦家大名都进不去。妈，我求您了，您就原谅爸爸。现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秦家的家业转在我手上，您别忘了，秦氏集团现在最大股份持有者是秦之夏。是啊，老婆，那个秦之夏只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成绩又差，她哪有什么能力能管好公司呢？妈，你知道现在这种情况，外人都会说我们什么吗？都会说我们秦家无人了，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掌管公司。她要是一不小心，我们100年的家业就毁在她手里了呀。行吧，当下先把秦之夏手里的股份全部拿回来。妈，爸他真的知道错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您就原谅他，好吧？老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行吧，你俩起来吧。老婆，什么来？没想到你父母冷战了几天，最终还是为了他们共同的儿子和好来对付你了，拿回全部股份，这是一点也不想给你留啊！哟，这都到查分的时候了，我这几天也是忙晕了，没时间陪你参加高考。志夏，怎么样？有把握吗？估计和以前差不多吧。估计和以前一样差。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比学习怎么能比得过我家念念呢？就你一点成绩，有什么好差的？那就不劳哥哥操心了。哥哥，你还是把你有限的智力放在如何吃喝拉撒睡上。秦之夏，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？你这成绩差，你哥说你两句怎么了？依我看，要不就直接让他复读算了，也别查什么分了，省得查出分数让别人知道丢咱们秦家的脸。对，我看你爸和你哥说的对，你再留学复读1年，这成绩差不差无所谓。以我的成绩，不需要复读。就不用复读，我看你就是懒，就是故意给我们秦家人丢脸。果然是乡下来的一个丫头，心思都不用到正道上。你不去复读，怎么想赖到我们秦家当一个混吃等死的米虫是吗？首先是你们把我接回来，不是我主动要求回秦家的。其次，当初要不是你这个做爸爸的玩忽职守，我也不会被卖到乡下，受18年的苦，只为你们口中上门排名的乡下土包子，更不会在上面时被养父母活活冻死。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爸妈，别管他，我们好心给他留点颜面，他非要在这里自取其辱。啊，喂，老师，我正准备查呢。学号刚收到消息，你的成绩排在省前3，暂时还不知道是第几，有很大概率是状元。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，一会儿你查成绩可能会显示没有，这种情况属于很正常，是因为分数太高被屏蔽了，不用去担心自己没有成绩。老师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老师就等着你的好消息，做好准备，可能会有媒体采访。好，老师再见。之夏，这老师怎么突然给你打电话了？我说什么来着？估计是成绩查出来了，考太差了，老师怕他想不开，打电话安慰他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连个专科都没考上啊？恐怕让你失望了。老师说我发挥的非常不错，很有可能拿下今年的省理科状元，让我做好准备，可能会有媒体采访。什么省状元？秦之夏，你撒谎都不打草稿的，就你还省状元？秦之夏，这做人要诚实，你知道省状元是什么概念吗？你这撒谎也有个度吧？牛皮都吹上天了，像我和念念这种从小在精英教育环境上长大的人，都不一定能拿到省状元。
就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你能考上大学都不错了啊！哥哥，我这还没有查分数，你就这么笃定我成绩差？敢打赌吗？就赌你在公司剩余的股份。秦之夏，你胡闹什么？你现在太不懂规矩了！你瞧瞧你，满嘴的谎话，你哥哥教训你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你手里还拿着秦氏的50%的股份呢，什么还想要你哥哥手里剩下的股份？真服了，明明是这一家子满嘴谎话，还反倒指责起你来了。宿主，你成绩我查过了，妥妥的第一。行了，他要赌，那就让他们赌。秦之夏，你要是考不上本科，你就得把你手上那50%的股份全部给你哥，你自己回去慢慢复读。行啊，赌就赌，谁怕谁？你说你考得好，分数拿出来我看看，光凭一张嘴，谁都能说。现在是让我看看你这个省状元到底考了多少分。这成绩被屏蔽了，这只有全省最顶尖的几十个人，为了防止名校抢人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秦之夏，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是吗？你在这里弄个假网站、假网址，自导自演骗谁呢？就你还全省前几十，你配吗？秦之夏，我知道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这条件不好，但是也不能成为你弄虚作假的理由吧？我早就说了，让你剩下的几场考试就别去了，直接复读啊！你不听，现在又想出这种法子，哎，糊弄我们，你真当我们是傻子呢？这一家子怎么都是智障？就是自己蠢得像猪，就以为全世界都是猪。秦之夏，你这什么眼神？你信不信我？你信不信我？爱信不信。哎，你成何体统！成何体统！真是乡下来的野鸭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看呀，他都被那边人给教坏了。我们在这好好教的规矩吧，他倒好。爸妈，你们看看这个秦之夏，今天敢跟我们拍桌子，明天他就能靠着股份在董事会上胡闹，到时候我们秦家的家业他就……哎，儿子，明天你就去公司上班，从副总做起。你才是咱们秦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该担起责任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至于秦之夏的股份，等我在公司做出成绩，我必定让他相形见绌，他自然就没有理由再霸占。那么 A 市新商业区初步方案就按刚才讨论的修改方向进行。李经理负责与设计方对接，王总监跟进政府审批流程。下周例会前，我要看到进度报告。散会。好的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我刚听说一个18岁的小姑娘要接手这项目，心里直打鼓。可这几次会下来，思路清晰，决策果断，关键节点抓得比老江湖还准。谁说不是？这哪是像高中生刚毕业了，这分明就是妖孽，绝对是妖孽！老秦总这女儿不得了啊！我看大少爷这次悬。哟，秦总开完会了，真是好大的派头。有事啊？没事儿，我就不能看看自己最亲爱的妹妹如何指点江山的吗？如今我回到了公司上班，就算你有50%的股份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一定会把你踩到脚下，把念念风风光光的给接回来。就凭你，省省吧，你们俩只有一起出去团聚的份儿。秦之夏，你少得意。公司迟早是我的，你一个女人，迟早得结婚嫁人，秦家的产业怎么会交到你的手上呢？
没错，秦家的公司再好也是秦家的，所以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秦之夏的公司。你放心，只要公司不破产，我就会牢牢的把这50%的股份握在手里，而你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秦之夏，你想得美，公司不可能破产，股权我也会一并的给他拿回来。你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土包子，公司交在你手里，迟早破产也是正常。那可不行，公司要是破产了，我不得喝西北风吗？秦之夏，你很快就会喝西北风的。大小姐，我发现您哥哥好像在伪造一些数据报表，不过很奇怪，报表上显示公司运营状态不好，可公司明明好好的呀。看来你哥哥是想利用公司假破产的事逼你交出股份。既然他出招了，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了。你别管，放任他造假，必要的时候再出手帮帮他。啊，哦，好。念念，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啊？这，哎呦，谁家的公子呀？有空跑我们猪圈了？哼，嫌脏你就别进来呀！你就这么照顾念念啊？让她喂猪，你还是不是他妈了？哎呦，我不是他妈，难道你是啊？啊，你们秦家把他赶出来了，现在又在这装好人，你亏我！哥，我想回秦家，这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哥一定会想办法带你回秦家的，你再忍耐一段时间，我已经在行动了。真的吗？等股份一到手，我立刻就把秦之夏赶出公司，赶出秦家。还要等多久啊？我已经受不了了，真想一死了之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。这样，哥晚点派人接你回秦家，我替你跟妈求情，好不好？肯定是你四处编造自己是沈状元的好话，被你们老师亲自打电话警告了。秦之夏，开免提。王老师，之夏，恭喜你啊！省考试院的正式通知下来了，你是我们省理科状元，总分748分，你太了不起了，老师真为你感到骄傲。这几天估计会有高校招生办的老师联系你，省师媒体也可能会来采访，你要提前有个心理准备。太好了，你真是我们学校的荣耀。好，谢谢王老师，我知道了。演，继续演。哎，我说秦之夏，你为了那一点点的股份，你真是什么事情你都做得出来啊？啊，连雇人假扮老师给你打电话你都做得出来，还748分，还状元，你怎么不说满分呢？你真是笑死人了。之夏，这是真的吗？这玩笑可开不得。肯定是假的，弄虚作假，还记者采访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当初妈可是给念念请了最好的家教，1对1辅导，才让她的成绩保持在1本线上。现在她突然出了意外，要不然她能考上1本，给我们秦家争光，而不是某些人天天在这里弄虚作假。够了，在我面前不准提那个死小女！够了，在我面前不准提那个死小女！就秦念那个靠作弊抄来的成绩，要是真上了考场，100%原形毕露，能考上专科都算祖坟冒青烟。我偏要说，你知道念念现在在乡下过着什么日子吗？那天我偷偷去见她，她又黑又瘦，天天抱着我们一家人的照片以泪洗面。她说
他说他从不奢求秦家1分钱，只求能回到这个家叫你一声妈呀！妈，爸，我们去那边说，好吧？妈。妈，念念她真的是无辜的，她一直跟我说，只有这个家才是她真正的家。她还说，不管她的亲生母亲是谁，在她心里，永远都只有您一个妈。您就原谅她，把她带回来吧。她一个人在乡下，真的太苦了。儿子，别说了，不合适，别再说这些让你妈不开心的事。我这个哥哥，还真是满心满眼都是情念。正常，你哥哥对秦念可是爱的深沉啊。什么？难怪他对秦念几乎是无条件的偏袒和维护，甚至不惜一次次针对我。原来是这样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妈，妹妹一直求我，说想再见您一面，我这才……乖哥哥，是我非逼着他，求他带我来见您。妈妈，我真的好想您啊！那个女人，她对我偏袒欺负，我每天过的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。她怎么能跟您比？您才是我的妈妈。我只有您这一个妈妈，我也只认您这一个妈妈。求求您，让我回来吧。哇，我发现你家人真的很喜欢演母子子孝的戏码。可我听说你和你亲妈感情挺好的呀。哎呀，你这手白净细嫩，看着也不像。他怎么会？快，把这个衣服换上！你那个豪门哥哥啊，马上要来看你。把这衣服换上，去院子里敲竹石。这能不能回到秦家，就看这一次了啊！放心吧，妈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求哥哥带我回去的。我身上有着秦家的血，秦家的财产该有我的。等我拿到秦家的财产，就接你过去享福。我知道，我是一个小三的女人，可我的出生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不出生，也不想让你伤心难过。妈妈，如果我的命能换来您的原谅，那我现在就还给您。妈妈，如果我死了，就把我葬在秦家的墓地吧。我想回家。傻孩子说什么呢？妈妈原谅你了，同意你回来啊！爷爷，走，我们去医院。老子开枪！他倒是对自己下的决手。金指甲，昨晚你也看到了，
比起你这个亲生女儿，你爸妈还有哥哥，他们似乎更在乎我啊。给了你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还是如此不中用。如今我回来了，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秦之夏，我在跟你说话。跳梁小丑，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只是想陪家人一起。王夏，到底在干什么？她可是你的妹妹。来，你抬头。想让我打你直说嘛，我不这样拐弯抹角。秦之夏，你在干什么？秦之夏，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妹妹她刚醒来，身子骨还很虚弱。妈妈，秦之夏，你太让我寒心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念念，但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她吧？哎，他自导自演，扇自己巴掌诬陷我，我看他可怜，就顺手帮了一下他。难不成你们只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？妈妈，我没有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呢？是吗？那有本事你发誓，说你秦念没有诬陷我，否则就扇自己100个耳光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打我本来就是事实。我发誓，如果我刚才有半句假话，污蔑了姐姐，就让我立刻自扇100个耳光。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我的手怎么回事？不要！念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念念，你干什么？念念，你快住手！念念，你快停下！哎呀，妹妹，你怎么突然扇自己呀？是承认你诬陷我了吗？是他，一定是他搞的鬼！我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本来就不应该回来，惹得真正的千金小姐不开心，我活该。希望我打完这100个巴掌，姐姐，你能不再针对我，能允许我回秦家？秦之夏，你看你把你妹妹都逼成什么样子的，她都这样了，你还想怎样啊？你快让她停手，给她道歉。这个逆女，你再不给念念道歉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。说他自己撒谎想诬陷我，而且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让他停下来，他估计就停不下来。啊！你这孩子，快停手！我打死你！敢打我，你配吗？皇后，儿子！你这个野丫头，当真是毫无教养！念念，你的脸，谁打的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哥哥，不要怪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惹姐姐生气了，不关姐姐的事。秦之夏，念念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还下这么重的手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难不成秦念是你心上人？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你们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啊！秦之夏，他是你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编排他？对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念念？我跟念念只有兄妹之情。是吗？那有本事你发誓，说你对秦念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否则就出门被车撞断腿。秦之夏，在胡说八道什么？
我好奇而已。怎么，哥哥不敢发誓，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我发誓，如果我对念念有半点非分之想，我出门就变成撞断腿。满意了吧？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满意，我太满意了。那你现在自己扇自己巴掌，给念念赔礼道歉。你们都是这样想的吗？认为我应该自扇巴掌，给秦念道歉？那不然呢？一点教养都没有！你打了人，当然应该道歉啊！秦之夏，你今天太过分了，你必须要给念念道歉。哦，原来你们都认为我应该给他道歉，可他自己扇自己巴掌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道歉？我偏不！你哥哥，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誓言这种东西还是挺谨慎的。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，那记得出门的时候要小心车子啊。危言耸听，你吓唬谁呢你？快点！快点！儿子，爸妈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姐姐她很邪性？你这孩子瞎想什么呢？是啊，念念，她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你别怕。爸妈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姐姐她很邪性？你这孩子瞎想什么呢？是啊，念念，她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你别怕。爸妈，我真的觉得不对劲儿，家里的股份莫名其妙还有最近的车祸，姐姐她会不会是沾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或者是会什么邪术？不然怎么解释这些事儿？爸妈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要不找个大师看看？大师，待会儿怎么说都记住了。放心吧，我懂了。请。这位小姐真的是面相奇佳呀，山根丰隆，眼神清澈，实乃大富大贵之相。是能旺家族、旺父母、兴夫婿的福星。邪气，好重的邪气！哎，师傅，上绝对还不速速出来！绝对还不速速出来！此女印堂发黑，周身被不祥之物缠绕，已然中邪。此邪罪不除，恐将家宅不宁，血光之灾不断的，需立即做法除邪。还请大师立即驱邪。这
驱邪？就你这种江湖骗子，邪祟还敢口出狂言，当时我，像你这种坑蒙拐骗的社会败类，死后入地府也是要下火山地狱的。小女子不才，略懂一点拳脚，正好帮驱驱你心里的邪。现在邪祟驱完了，还有谁想试试？现在邪祟驱完了，还有谁想试试？说，谁指使的你？收了多少钱？让你在这满嘴喷粪，诋毁我众邪？贫道指天发誓，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谎话，就天打雷劈。检测到谎话能力启动。巧合，这一定是巧合，肯定大师身上带了什么金属，或者今天天气异常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谁指使你的？没有，我说，是他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说前件事不行，说你中邪了，让我想办法把你赶出去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别批我了。这钱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妈呀，太害怕！都看我干什么呀？哥哥，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？儿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！妈，我冤枉啊！秦之夏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和那个骗子串通好来陷害我？我可不信，有本事你发誓！哥哥别！我发誓，如果我跟他串通好，我天打雷劈！儿子，快叫一声！儿子！满嘴谎话，活该被雷劈。王老师，之夏，好消息啊！省电视台和日报的记者都想采访你这位新鲜出炉的省状元，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正在市中心医院住院部 VIP806房间。在医院？你怎么在医院？我哥不幸被雷劈了，正在医院接受治疗，没什么不方便的。老师，你让记者们直接过来吧。啊，好。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说清楚啊！你哪个王大师当着爸妈的面污蔑我中邪，想把我赶出秦家，这件事，哥哥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说法呀？够了，之夏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你哥都成这样了，你少说2句。这一家人的计较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妈说的没错，你哥就是一时糊涂，他这不是也受到惩罚了？反正你也没事儿，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。我让你哥给你口头道个歉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道歉？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没错，我就是要赶你走。自从你回来之后，念念有多不开心，难道看不出来吗？秦之夏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凭什么跟他争啊？你就不该回来。行了，少说2句。我难道说错了吗？他全身上下哪有一点像秦家千金的样子？穿再贵，也只是山鸡装凤凰，
穿龙袍不像太子。秦之夏，你就该滚出这个家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爸妈，所以你们也和哥哥想的一样，觉得我是乡下来的女儿，粗鄙，上不了台面，不配做你们的孩子。不是，你哥哥他是气糊涂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才回来多久，家里就把秦氏50%的股份转到你的名下。你哥哥他有点情绪也是正常的，只要你愿意把手里股份。当初是你们亲口承诺说秦家有我的一半，现在这是要反悔了吗？姐姐，妈妈当时那是看你刚回家，说些好听话安慰你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论聪明，论能力，秦家的继承人都应该是哥哥才对。没错，给你股份那是情分。你有你哥的商业头脑吗？你懂得怎么管理公司吗？蠢得跟猪一样，还占着公司一半的股份不撒手。你就是秦之夏同学吧？恭喜，我们是省电视台的记者，刚刚接到省考试院的正式通知，你以748分的优异成绩荣获本届高考的省理科状元。假的，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！秦之夏，你还真是为了争夺家产无所不用其极啊！连请演员冒充记者的事情都干得出来，748分还状元，可笑吗？你骗鬼呢！之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记者是？我们是省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正式记者，秦之夏同学以748分的绝对优势荣获本届高考的理科状元。这是千真万确的官方消息，我们此次是来做正式采访的。秦之夏，他居然真的考中状元了！原来是真的呀！好，太好了！不愧是我秦国栋的女儿，我就说嘛，我们老秦家的基因能差到哪儿去？我们刚才进来之前，好像在门口听到了一些激烈的讨论。秦之夏同学，是你的家人，他们对你不好吗？没有。我们秦家的这家庭氛围一向都很好的，是吧，之夏？谢谢关心，我的父母对我非常好，在学业上面也非常支持我。就像这次高考，他们鼓励我，跟我约定好了，如果我考得好，他们就把名下各自持有的10%秦氏集团的股份作为奖励转给我。20%？妈，你们疯了！20%绝对不能给啊！请问这是真的吗？用集团股份作为高考奖励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，可见您二位对女儿的教育多么重视。女儿考得这么好，那我们做父母的当然要兑现承诺了。先应付过去，口头答应而已，又没签协议。事后咱们再告诉他，开玩笑的，他能把咱怎么样？是啊，我们这做父母的答应孩子的事儿，就一定会做到。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喂，董事长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刚刚，一个夫人名下的20%股份和上次一样，全部转移到了二小姐名下。什么？什么？妈，你怎么样吗？啊！医生，快叫医生！爸，你怎么样？这是高兴的晕过去了。爸妈，哥哥，你们真的就打算让姐姐拿着70%的股份管理秦氏吗？放心吧，念念，她手里的股份，我们很快就会让她原封不动的吐出。大小姐，您之前吩咐的事情已经做好了，目前整个公司呈现出资金链断裂、即将破产的状态。好，按我之前部署的方案执行，核心技术团队和关键项目转移加速进行。新公司注册流程走完了吗？已经完成，随时可以启动。现在也该我回家就寝。
志佳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公司出大事了，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拯救咱们公司了。你赶快把你所有的股份全部转给我，让我周转一下，否则的话，咱们秦家就真的完了。什么？秦家要破产了？是啊，因为股份突然大变动，公司出现了很多问题。你赶紧把股份转给你爸，等咱们公司稳定以后，你爸再给你兄妹分。你放心，你是妈的亲女儿，妈怎么可能亏待你呢？检测到谎话，没有一句真话，全是披着糖衣的毒药。秦之夏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股份在你手里，公司才出现危机。现在是你该赎罪的时候。我才接手股份没多久，公司要倒闭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之夏，你哥这话糙理不糙，这管理公司，尤其是咱们秦家这种大公司，终究不是一个女人能扛下的事儿。你就把股份转给你哥，等你出嫁的时候，这也是你最大的底气啊！是啊，志佳，爸给你保证，将来爸一定用我所有的关系帮你找一个门当户对、疼你爱你的婆家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人。至于公司嘛，你就别掺和了，交给男人来管就好了。为什么哥哥就一定能管理好公司呢？他这么讨厌我，从我来这个家到现在，从来没有给过我好脸色，甚至想方设法的把我赶出家门。他凭什么成为我未来的底气？他凭什么成为我未来的底气？姐姐，哥哥针对你，都是为了我。我在这里替他向你道歉，求求你把股份还回来吧。你也不想看到我们全家人喝西北风吧？志佳，你现在已经接触到公司的业务了，这个报表你能看懂吧？咱们公司真的危机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咱们秦家就真的要完了。真的吗？公司真的要破产了？哎呦，乖女儿，爸爸怎么可能骗你呢？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那好吧，为了秦家，我交出来。还是我亲女儿好。是吗？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这个女儿到底有多。来，乖女儿，签个字吧。之前的股份转让都是乌龙，如今一切都拨乱反正了。不是，公司的资金链断了。什么？大家不用担心，贾道尔，这只是我做的一个局，目的是……不是真的。财务总监刚完成全面的资金盘查，发现公司账面上有一个巨大的资金窟窿，跟之前预算的完全不一样。什么？秦之夏，到底动了什么手段？为什么公司的资金链突然断了？爸爸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你说公司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现在股份也转回来了，公司运营也是你在负责，怎么出了问题反而来问我呀？爸，秦之夏，你个扫把星！你一回来家里就没有什么好事，股份转给你，现在出事了转回来都没有用。现在我们家里面所有人都要被扫地出门，你终于开心了是吧？我是挺开心的呀。秦之夏，你在说什么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看爸爸和哥哥都气成什么样子了，还在说这些风凉话。这个家散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念念，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最好，不像你姐姐这个白眼狼。果然啊，不是从小养的，她就是不亲。秦之夏，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啊？等着被债主赶出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是我家。
姐姐，咱家已经破产被查封了，你还想赖在这不走吗？别管他，让他待着上。等我被赶出去的时候，看他脸往哪里搁。本来我们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，现在都是因为他。行了，秦之夏，别在这坐着了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。你给我起来！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你哥说的没错，自从你来了咱们家以后，家里就没发生过好事儿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待会儿被人赶出去，丢的可是秦家的脸。爸妈，别管他，留他一个人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这种人就该被处决。大小姐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什么？你管他叫什么？秦先生，我没记错的话，现在这栋别墅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现在请你们立刻离开，我们要服务于大小姐。什么？管家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她就是我乡下来的便宜妹妹，不是你口中说的什么大小姐。她自己赖在这不走，你要是觉得她碍眼，就赶紧把她都丢出去。是啊，你就把她当条赖皮狗，给她赶出去就行了。大小姐，请您吩咐。不好意思，忘记告诉你，收购秦家所有债务，包括买下这栋别墅的人，就是你。现在，我才是这里唯一的主，也是你们最大的债主。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一个乡巴佬哪来的能耐？把他们所有人，包括他们所有东西，一起扔出去。是，大小姐。动手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秦之夏，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说什么话啊？你怎么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债主？股权已经被我们收回来，你有什么能力啊？哦，这些都是你请的演员是吧？你有这个必要吗？就是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秦之夏，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找回来。原来他也知道我过的苦啊！怎么，后悔了？无所谓，这世上本就无人爱我，而我秦之夏也不需要什么所谓的爱。宿主，你们不是好奇为什么所有股份都已经转回来了，我怎么就成了你们最大的债主吗？当初在获得公司50%的股份后，我并没有闲着，而是利用这个优势，积极社交，拓展我的人脉圈，成立自己的公司。而后，趁着秦家危机，我率先出手收购。至此，我便收购了秦氏旗下所有的子公司，包括这栋别墅。既然你不识相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就说我们秦家怎么倒这么快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内鬼，一切都是你在捣鬼啊！你要是现在急着把所有东西全还给我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还把你当做我们的女儿。之夏，以前都是爸妈不对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可是我们秦家不能倒呀！你就把公司交给你哥哥打理吧，他可是你亲哥哥呀！你放心，我们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是啊，姐姐，你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，哪有空管理公司啊？不如把股份给哥哥，我们来帮你管理公司。那个念念说的没错，只要你及时悔过，我们就还把你当家人，以后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在一起。我看还是你们一家4口整整齐齐在一起比较好，我的东西与你们无关。秦之夏，你个白眼狼！你一回来就搞垮了我们秦家，爸妈虽说没有养你，但至少生了你一场嘛！你居然这么对我们！如果你今天不把公司和家产还回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好啊，我就想看看你要怎么不放过我。之夏，不瞒你说，我给你爸爸查出了癌症，可是我们现在手里没钱，你能帮帮我们吗？若是治不好，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不愿意看到你们兄妹反目，就让你哥哥回公司吧。是啊，医生说
我们没有多长时间了，我们一家人才刚团聚，总不能就生离死别吧？检测到谎话，能力启动。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投标。丢出去！志祥，志祥，秦志祥，开门！开门，给老子开门！秦之夏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爸妈真的确诊了胃癌晚期，医生都说活不了多久了。他们本来不就是癌症晚期？你走，跟我去医院。之夏，前面那个白眼狼丢下我们走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才是真心对我们好的。之夏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因为我们的偏心，才导致如今的恶果。这都是上天对我们的报应。之夏，我们临死前最后的愿望是能让你哥哥进公司，你们兄妹齐心协力，重振我们秦家。秦之夏，宿主，你是不是舍不得他们啊？真心对我好的才是家人。像他们那样临死之际，就算已经回屋，又能怎么样？他们想的仍然是他们的儿子，又不是我。秦之夏，你还在执迷不悟吗？那是爸妈临死前的遗愿，你难道不遵从吗？他们都说了，让我们兄妹俩齐心协力。齐心协力？你有多讨厌我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之前那些事情，我们就当没有发生过。这样，你把你总经理的职位让给我，我来教你做事。你一个乡下来的，肯定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你只靠运气啊。是吗？当然，一个公司做大做强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本事。谁告诉你我要尊重他们的遗愿？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亲生女儿，我为什么要尊重他们的遗愿？秦之夏，你就不怕爸爸死不瞑目吗？秦之夏，你就不怕爸爸死不瞑目吗？他们死不瞑目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还好好活着。大人，我是不是太狠心了？论因果，秦家是在你降生之后才运势亨通，迅速积累起了破天的富贵。善待你，则家宅安宁，福泽绵长；苛待你，则变业力反噬，不得善终。说的好像我是什么气运之女似的。前世他们被你所救，才得以有机会重新做人。如今他们又得进出圣道，重新历练。这种种因果，皆是自作自受，与你何干？好的，大人。
情之下，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死！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死！拿下！凭什么？这一切本该都属于我，你凭什么要抢走它？这本就是属于我的一切，我不过是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至于你这个废物，下辈子就在牢里度过。把他送去执法局。那个秦念醒来后，口口声声说是你哥对他进行威逼利诱，他是不想杀人的，然后两人就反目了，在法庭上打得不可开交。他们判了多久？2个人都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。大小姐，记者们都已经到了，走吧。作为秦氏负责人，我宣布，秦氏集团每年将拿出30%的利润注入微光筑梦基金会，专项用于改善乡村教育条件，让每一个孩子有书可读，有梦可追。老师就知道你这孩子呀，以后会有大出息。我替孩子们谢谢你。大人，十世善人，轮回百载，心性不改。这一世仍是闪电。大人过誉，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这一世在人间感觉如何？挺好，恩怨已了，心愿已结，这人间我已不再留恋。大人，我想回去了。待你阳寿终了，我自会来接。秦之下，时辰已到。